Hello，大家好，每天读经5分钟。今天我们再来继续推进六祖坛经行有品的进度哈。我们昨天读到呢，五祖弘忍送六祖慧能渡江过河哈，跟他交代了一些事情。他说呢，六祖慧能离开之后，过3年之后，五祖弘忍才会过世哈。这段时间呢，五祖弘忍交代六祖慧能不用急着弘扬佛法，因为现在所有的人都还在想着要抢慧能的衣钵哈，所以说整个法脉啊都还没有安定下来，也没有一个适合稳定的弘法的一个契机。所以说，五祖弘忍告诉六祖慧能说，不要急着弘法，没关系哈。你现在急着弘法，佛法也很难兴盛起来，要等待时机哈。他让他呢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先努力的往南方去哈，去躲避这些想要抢夺六祖慧能衣钵的这些人。在五祖弘忍说这个话的当下，还没有人去抢，可是他早就已经预知说，一定有很多人一旦知道了五祖弘忍把顿教法门还有衣钵信物都交代给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六祖慧能这个在磨坊里打杂的这个杂工大家一定很不服气，因为他们都认为说以后要跟着神秀上座来修行，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说为什么五祖弘忍竟然神秀没有资格得到这个传承，反而被这个大家都看不起的这个很平凡，连一个童子都看不起的这个六祖慧能，却把衣钵传承给拿到了大家是没办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因为大家都看到的是表象而已。而且呢，五祖弘忍出这个作业，让每个人呢去连接自己的自信智慧，转换成文字，然后呢文字化之后写成一首诗句。这个作业呢，所有的人都放弃作答，因为大家都想说要以后就跟着神秀修就好。那神秀呢，知道大家对他的期望，他就写一首诗句。可是这首诗句呢，五祖表面上认可了，叫大家住乡礼敬，说呢，按照这首诗句修，免堕恶道，有大利益，但没有说了脱生死。然后呢，让大家照着这首诗句修，但是私底下半夜3更却把神秀叫到祖师的禅房里面，告诉他说：“你这首诗还在门外而已，还在身心表象的层面，你还没有深入到意识深层去连接自己的菩提自信，所以还在门外。”就好比我们心灵潜意识的世界是这个门内，所以说衡量一个老师讲的内容，你可以看看他聊的内容是还在门外身心的层面去做文章，做这些是非对错文字理论的辩论，还是说他已经进入到了心性潜意识的深层，在探讨这个念头起心动念，还有心性当中这个潜意识参数设定对我们人格特质种种行为、种种言语的影响，这种微妙的影响，有进入到这个内在深层，在修、在探讨、在改进自己的，那才有入到门内。如果还在表象身心的层面做文章、做很多的修行功课，那都还在门外而已门外也是有用的，但是呢，它是不能就近的，不能根本的。就像你生病的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如果病根没有除去的话，还是会再复发的。那一旦复发呢，表示你前面所做的事情又徒劳无功了。那修行也是这样，如果修行是为了了脱生死。一开始五祖弘忍出作业就说了，世人终日只求福报嘛，放生啊什么什么，做很多福报，希望说来世的时候能够有很好的福报，我救人一命，然后人家会给你回报。但是这个他都还在六道轮回当中而已那这个东西的话，很多人他是没有去细部的去弄清楚的。所以说五祖弘忍呢，知道呢，所有的徒弟虽然那么多，可是真正呢能够去往自己心性内去修，而且能够悟本性的，到了最后也只有六祖慧能一个人
所以说他说能者得之嘛。所以说五祖弘忍跟六祖慧能交代完了之后呢，六祖慧能呢就开启了他逃命的路了。那我们后面的内容也会知道说他逃命了10多年的时间了，后面在猎人队里面避难15年。好，那所以说到这边为止的话，六祖慧能就跟五祖弘忍呢告别了哈。那他们这辈子也就没有再见过面了哈。等于是六祖慧能从听闻《金刚经》，然后经过1个多月跋山涉水哈，到黄梅县东禅寺去拜见五祖，然后又在磨坊里工作了8个多月，就是避人耳目。最后呢，通过了五祖弘忍的作业，然后呢，半夜3更呢，五祖弘忍将顿教的法门和衣钵信物都传承给慧能，并且把达摩祖师交代的这些事情都交代给慧能之后呢，又亲自送他下山渡江过河。然后告诉他说，以后佛法就靠你来弘扬了，把这个重责大任都交代给慧能，还告诉慧能说不要急着弘法。等于是说，慧能虽然继承了这个心法和衣钵，但是他还得磨练磨练10多年的时间，时机才会成熟，弘扬佛法的时机才会来到。所以说，六祖慧能当时拜见五祖的时候，他也是很有决心的。他说：“唯求作佛，不求于物啊。”等于是他跟自信智慧有连接上了，他就要五祖把它印证而已。那他也知道说，后面可能会有很多的人事各方面的问题，可是他都不追求这些东西，他也不跟别人抢说寺庙谁继承啊，财产谁继承啊，还是说名声啊什么，他都不争夺这些东西。所以说，开悟的人，他看事情的角度跟一般我们凡夫人情世故的角度是不一样的。那其实当五祖弘忍在磨坊里的时候问慧能说米熟了吗？然后那时候其实也是暗示说，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说，哇，祖师要传衣钵给我了，好开心，要传心法给我，好开心。可是其实五祖弘忍跟六祖慧能都知道，后面是很多的责任和苦难。你看还没有人来追杀他的时候，五祖弘忍就都知道叫他赶快逃跑了。其实他们都知道后面人事的问题，那包含六祖慧能也一定知道。你看五祖弘忍叫他乖乖的在后院做事情，低调，然后六祖慧能就说弟子知道，所以他从来都不敢私下跑到前堂去抛头露面，因为他知道五祖的用意就是要他低调，让他磨练。所以说六祖慧能也知道，像他这样的人连一个童子都看不起，可是六祖慧能在童子面前也不会显现出不高兴，他还称这个童子为上人，请这个童子带他去礼拜神秀的诗句。所以种种这个行有品的内容都是告诉我们说，五祖弘忍、六祖慧能都是具有大智慧的人，他们不只是继承这个心法而已，他们对于人情世故未来的发展也都已经心中有数了这样子。所以说慧能告别了五祖弘忍之后呢，他就开始发足南行，就是拼命赶路啊，拼命往南方赶路。经过了2个月左右，就来到了大庾岭这样子。那五祖这边呢，回到黄梅县东禅寺之后呢，好几天都没有呢上堂给大家讲课那大家就觉得很奇怪，这几天五祖怎么了？怎么都没有出来呢？大家就问他说，老师和尚，您是生病了吗？还是说心情不好呢？然后呢，五祖弘忍就说呢，我没有生病，好得很，没生病，只是呢，心法和衣钵信物都已经到南方去了，这样子。那大家就很惊讶嘛，就问说，是谁得到这个传承呢？那五祖弘忍就说啦，有能力的人就得到传承，那这个也是双关语能就是慧能的名字嘛，所以能者得之，就是说慧能得到了传承。因为当时写诗句就2个人嘛，一个是神秀啊，一个就慧能，就2个人而已，其他人都没写诗句啊。所以五祖说能者得之，就说慧能得到了传承，他传法给慧能了。那这句话也是暗示说，不是他不传给神秀，因为能者能悟自性，能悟大义者嘛。那时候五祖弘忍出作业就说若悟大义则复汝依法为第6代祖师嘛。
所以说，有能力跟菩提自信连接的人，才有资格得到心法和衣钵以及达摩祖师传承下来的重责大任，包含未来将佛法大肆弘扬开来的责任，都是承担在这个祖师的身上。所以要有能力的人，有能力承担。你看六祖慧能在模仿里工作，他不只是诗句上通过了五祖弘忍的考验，他在人事上面，在这个承担责任上面，这种种磨练的层面呢，都已经得到五祖弘忍的认可了哈。所以能者得之，就是说慧能在各方面都是五祖弘忍认可的传承人，所以五祖弘忍将心法和衣钵信物都交代给他了，不是平白无故的，也不是说五祖偏心什么的。那个时候，五祖弘忍也把神秀叫到禅房里啊，他也跟他说了很多见性的内容啊，要引导他，就是说你回去再过2天，如果你能够入得了门的话，我就将第6代祖师传承给你啊。可是神秀回去之后就神不守舍啊，恍恍惚惚啊，好几天都写不出诗句来啊，交不出作业来啊，那五祖也没办法所以能者得之嘛。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边了，剩下的内容我们就明天再继续了。好，那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